徐律，你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今天不是没事儿吗？不多睡会儿？对吧？唱歌太会唱了。哎呦，我没有想到你也很棒哎。晚安啊，晚安，晚安，蔡哥，拜拜。13，你难得休假，可以好好玩一玩。要不明天上午7点半，我带你去集市逛逛。好，明早见。明早见。嗯。早啊，早。早。这么巧啊？哦，这么巧。哎，许律师，你这是要去？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，想着去趟集市。你们呢？我们也要去集市，那就一起吧。好啊。许律师，你这演技，不当演员怪可惜了。你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他没看出来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快点儿！哎，来了。这个叫做抹式鬼撒。什么是模式规则？昨晚是个意外，怎么听起来这么渣呢？昨晚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万一自作多情了呢？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打算放在心上。怎么说能既大大方方又礼貌周到？早。明英，明英，一句话没留就走了？他不会把我当成那种随便不想负责的人了吧？感谢昨晚的陪伴，辛苦了刘律师。
下次请你吃饭。辛苦了，刘律师。啊？辛苦了，刘律师。这就完了啊？哎呀，这边啊有很多非遗的手工艺品，刚刚这儿有个剪纸，前面啊还有那个泥塑。就是你朋友圈发的那个。哪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烙画葫芦，就在前面李师傅的店里。我最近正好在他店里学习，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。好。走。嗯，好。徐律师，看什么？啊，没看着。啊，徐律师，你该不会是被他屏蔽了，没有他朋友圈吧？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没刷到而已。那他昨天发的朋友圈你也看见了？当然，昨天他选的那个配图还挺有趣的。可是啊，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发朋友圈。哎，有那么多话要聊吗？这么想聊天，回去加个微信慢慢聊呗。来了，好。徐律师，这个就叫做钓鱼执法。钓鱼执法。哎，烤地瓜了，姐。是啊。哎，这我得吃一个。烫。没吃这口。哎呦，想吃啊？太香了。想吃你就留下来呀，留下来帮姐干活，姐天天给你烤。那不行，走还是要走的。但是我决定呢，这次等我灿哥休假完，我跟他一起走。好，走，你走。就辛苦您走之前帮我把门口垃圾倒一下啊。乐意为你献了。走哪儿去？啊，太香了。灿哥一开口就知有没有。哎，灿哥，你最近有没有新歌可以给我们唱一下，尝尝鲜呀？啊，我看你最近一直没发新歌，你是不是在憋大招？没有，最近没写新歌。这不是在写吗？怎么都不要了？这个第二小节里面说啊，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，是在去年夏初杨英瑜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时候。这个杨英瑜女士呢，在下文中我有提到啊，是江苏无锡人，1924年的时候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，这个要考的，你们都记一下啊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延展的读物，大家都有什么建议吗？好，今天到这里啊，下课。哎，岳同学，上次你那个拿过来，我再看一下。周一，可让我逮着你了！你没事，你逮我干嘛？这两天一下课，你跑得比兔子都快。说，是不是背着我干亏心事了？我能干什么亏心事儿？你书包里装的什么？打开给我看看。书包里装的当然书啊。我不信，打开给我看看。算了吧。我要看。
退钱。这位同学，商品离店概不退换。那你解释一下，这里一共是65个李氏灿的亲签联名水杯，为什么我同学一个亲签都没有冲中？这本来就是隐藏款才有的。可是官网的概率是1比32。那是你运气不好。今天你遇上我了，也算你运气不好。这一个售价是39元，我同学一共买了65个，也就是2535元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未成年人进行大额消费需要经过监控人的同意，否则视为无效。你少来这瞎扯吧。行，那我现在就给他父母打电话，问问他花了这么多钱，他父母同意吗？别什么别，媳妇你不行。不是，他来我这是自愿消费的呀。老板，这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学校附近。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人举报了，这个中奖概率也是骗人的。你要是再不退款，我马上就报警。哎，别，哈，我退，好吧？哼，算我倒霉啊！来吧。Yes。你笑什么呢？人傻钱多。我这不是想着你这次月考成绩考砸了，想买一个李氏灿的亲笔签名水杯送给你，放你去丧气。谁能想到李氏灿和这种骗人的东西联名啊？那是他公司决策的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就是觉得，你虽然成绩不好，但是算术挺好的哈。哎，不仅算术好，法条背得还好。这样差不多。谁叫我有一个优秀的大律师哥哥呢？彩姐，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在外面吃饭呢。彩姐，你还没吃吧？咱们要不一起在这吃？哎呀，不用管我们，我们对付一口就行了。你们吃，你们在这吃，一起吃。小餐馆人太多了，我们就打包了几个菜回来，叫石山一起。彩姐别客气了，这么多菜，大家一起吃热闹。是啊，我刚想说，你们仨人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？还不是因为我跟许律师的口味有这么些水火不容。水火不容是这么用的吗？那咬文嚼字可以这么用吧？我去喊一下陈慧。姐啊，你叫石山下来一起吃啊。他呀，在上面顾究吉他呢，整整一上午从来没这么用功过。我去叫他啊。谢谢。石山，你刚刚弹那首曲子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哎，你听了？我听了。那个不是我写的，那个是我的一个前辈写的。但是他没有写完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听过？你觉得好听？好听啊，虽然刚刚只是浅浅的听了一小段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听下来特别的有故事感，很有感觉。什么样的故事感？怎么说呢？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排练音乐剧？然后那段时间呢，我特别没有灵感，写不出台本，然后你就给我听了一首歌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你还跟我说过那首歌是你的灵感 muse。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，就会有画面感。对，我刚刚听那首歌的时候，就有那种感觉，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首音乐其实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是我这个前辈不满意，他都扔掉了。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，特别好。哎，你们这个搞文字工作的，
和搞音乐的，还能这么有共同语言啊？文字跟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表达形式，但是在这个情感的传递还有能量的输出上，其实是相通的。对，文字和音乐都充满力量。法律也有。啊，对啊，法律也有。哦，真的有。但许律师的醋好像没有了。许律师，你要是蘸醋不方便的话，就吃我的醋吧。哎，醋还不有的是吗？拿一瓶呢，没事。灿哥，打扰了。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啊，是吗？嗯，进来吧。哎，别紧张，打扰了。坐吧。行。哇塞！你刚才说这首歌很有味道，啊，是什么味道？啊，这个，灿哥，我可不敢乱讲。大胆说就是了。那我就说了。嗯，这首歌有一种恋爱的味道。当然，它不是很甜蜜的热恋。它是在甜蜜中有一丝丝的苦涩，就很像等待的感觉。真的很像那种表白时候唱的歌。你也觉得这首歌适合表白？啊？灿哥，我其实是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。我捡到你的曲谱的时候，原本是想拿回去自己悄悄地研究一下，没想到让大家听到了，实在抱歉啊。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。你立了大功。啊？我立什么功啊？等过几天我完成这首歌，你就知道了。今天来一个，不知道以为喝酒呢。今天由我深奥李时灿，未来中国的大歌星李时灿为大家带来一首美妙的歌曲，好不好？翻出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看过戏，风在窗前跳舞。大律师，好，早知道我要见你，手机屏幕闪一下，是不是你发消息？心跳刚好1%，这感觉很熟悉。我看着镜子里微笑，再确认口红的色号。别说是巧合，刚刚好，连阳光也配合的美妙。当你出现在某个瞬间，视线中的心都快停顿，藏不住的快被你看见，全写在我此刻的双眼。
知道你忙，要不今天我来接你下班吧？我们下班路上聊聊也行啊。明英，这家餐厅最近特别火，你想不想去吃啊？明英，咱们能不能当面谈谈啊？明英，今天有时间见个面吗？这男人是真不知道“尴尬”两个字怎么写。刘律师，我不是没时间跟你见面，是没必要跟你见面。律师费我已经结清了，上次说欠你的饭，上周也已经请过了。请问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见面的理由吗？这一大清早就唉声叹气的，碰到什么难事了？没什么事儿啊，谢谢关心啊，程姐。看你眉头都皱了好几天，寻思还帮你参谋参谋。没事就好，走了。程姐，回来回来，哎，把门儿关上呗。坐，张姐。确实有个小事儿，很小。我朋友最近吧，这个认识了一个女孩儿，两个人呢比较的这个情投意合啊。这个女孩呢也说请我这个朋友吃饭，那我这个朋友一想，那赶紧约一个时间呀。结果没想到，女孩订了一个外卖，直接给送到公司来了。好嘛，俩人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说，你给参谋参谋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钢铁直女呀？问对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钢铁直男，只有不爱的男人。同理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钢铁直女，只有筑起铜墙铁壁把你拒之门外的女人。我朋友张姐，不是我。好好好，是你的朋友。碰到这种铜墙铁壁式的拒绝，我劝你这个朋友啊，如果不想撞得鼻青脸肿，就及时掉头吧。哦，对了，马上要过年了，许丽和小陈在申奥还没忙完吗？谢谢。张姐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忙完回来？年终了，大家总要一起聚个餐嘛。我知道了。是得赶紧买回去的票了，你看，好几个时间段都售空了。徐律师，那我们也赶紧买票吧。这轮工作都算告一段落了，剩下都是年后的工作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干脆都留下来过年。我们这儿可跟城里不一样，过年可热闹了，还有打铁花可以看。还有打铁花，那肯定很好看。我也想留下来过年，但是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回去呢。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哈？所以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在家过年肯定很冷清。张叔他们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肯定是催我回家过年。阿玉啊，我给你爸报了一个7天6晚的旅游团，下个礼拜去海南过年。今年过年你就自己安排吧啊。
怎么了这是？徐律，车已经到楼下了啊！徐律，来的时候是2个人一起来，回去就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？什么叫没法交代啊？我留下来是为了过年，又不是为了过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领导还在这工作，员工回去过年了，这怎么像话呀？这不行！听我说，你现在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不行，徐律，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年终奖给你多加1场。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哥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你那歌写怎么样了？我们都要闲得发霉了。快收尾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该回家回家。该放假放假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我让小陈回去了，你们该聚餐聚餐，不用等我。我要留在深澳过年。深澳过年。还琢磨呢？行了，别想了。谢谢。你爸妈难得有个过2人世界的机会，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过年，把这当成跟自己家一样，啊。彩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爸妈呀早就退休了，这1年365天，他们天天都可以过2人世界。为什么非得撇下我，偏要选着过年7天呀？这不是过年吗？我们老夫老妻，人家也得讲点情调啊。要不然，你说这干巴巴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吧？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一惊一乍的。许律师，干嘛呀？我要打官司，我要离婚。这是怎么了？过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要离婚？连个肉夹馍都吃不上，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肉夹馍？什么？我让老赵去买个肉夹馍，结果他第一次回来买了包子，说吃起来味儿都一样。我说我就想吃肉夹馍，结果人家倒好，买了一堆白馍，愣跟我说要回家自己夹。行啊。那肉夹馍，你自己夹，你总得有肉吧？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肉，你们说说，我就只是想吃个肉夹馍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合着你这离婚是因为个肉夹馍呀？这根本就不是肉夹馍的事儿，是他从来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说前门楼子，他说胯骨轴子，就连我说我要跟他离婚，他。哎呦，这说着就来了。我听说院子着火了，火呢？啊？哎，别，你，人家说的是你后院着火了。后院啊？后院。我，没生气。哎呀，算了。哎呀，行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错了啊！他不是说对我的话不上心。他是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我说酒驾要3000，他说酒驾要翻天。我说我要2婚了，他说你要2婚了。我说孩子考了98，他说小女孩不能去酒吧。每天呢，这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看啊，人家2口子多恩爱，到我们这儿，别说共同语言，根本就是驴唇都不对马嘴。这种日子。我真的是过不下去，徐律师，我现在就想打离婚官司，越快越好。嘿，你这离婚最快的方式啊，并不是打官司，而是协议离婚。只要夫妻双方的意见一致，冷静期过后就可以离婚。走诉讼程序反而会更慢。那我跟老赵8辈子也离不了了。王姨，只要您决定好了，我完全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你们协商。但是有一点您得清楚。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，都需要涉及到财产的分割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。
孩子这块儿你看，就是妈，哎，这就是他家那个。我们隔壁的穆阿婆说要来这儿找大律师，我就领她过来了。孟阿婆，您给我打一电话就行，我过去找您啊。您怎么亲自还来了？哎呀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着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肯收钱啊，给你拿点年货来。这年货我是真不能收，我们是来做公益的，不能收钱。大律师，你就收下吧。穆阿婆走了这么远，一片心意。是呀，你说这都是家里自己做的，也不值啥钱。收下，收下。说你啊，来。行。来，我。那阿婆，反正春节的时候我也不走，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们忙啊。哎，行。慢着啊。好。那我们走了。没事。王姨，您先坐，彩姐也在这儿，您跟彩姐好好聊聊，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。我先过去。你们放心吧。去哪儿啊？坐下。是，走吧。王姨就这样和彩姐聊了一整天，说着婚姻里的一地鸡毛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却给不出一点建议。以我现在的阅历，似乎还解不开婚姻这道题。我只是忍不住想，如今这样无话可说的两个人，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当初就是觉得他斯斯文文的，话不多，老实本分。可是谁成想，本分到了就只有自己眼里的那1亩3分地儿。话是不多，但是一出口就能气死人，一句话能给你撞南墙上，半天下不来。阮姑娘，我是真后悔选错了人。用实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是我不同意。你这选男人嘛，你还想面面俱到，啥都想要啊？你得抓大放小啊！你当初选人家老赵的时候，就是图人家老实本分，没有那花花肠子，人家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别老否定自己。阮姑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人无完人，这世上自然也没有完美的伴侣。就连你看中的他所谓的优点，一翻开另一面，或许正是你不喜欢的缺点。所以你要确定自己最在意的那一点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去选择那个拥有这一点本质的人。如果是我，我会怎么选？如果只选一点的话，那话多话少，肯定不是最关键的。幼稚还是成熟？虽然成熟肯定有成熟的好，但幼稚也有幼稚的趣味嘛。而且有些人是大事上成熟，小事上幼稚。那这幼稚成熟也很难有界定的标准。哥哥，华颂哥哥，哥哥，妈妈今天来找你，是不是要跟我爸爸离婚？咱们屋里说吧。啊，来。你不用骗我，我都知道的。你们大人撒谎一点也不聪明，都骗不了我。哥哥没有想骗你，我只是在想，像你这么小的年纪，能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离婚就是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，所以爸爸妈妈我只能有一个了。哥哥，以后妈妈和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只能有一个了？那你知道，哥哥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吗？他们分开是哥哥念高中的时候，后来，哥哥跟着爸爸去了国外。我的生活里啊，就再也没有了妈妈，也没有了妹妹。但是小欢，你看，哥哥现在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那哥哥，你当时
不伤心不难过吗？哥哥当然伤心，也当然难过了。但是后来我就在想，如果他们为了我和妹妹，牺牲了自己的感受，勉强的在一起，那哥哥可能会更伤心，更难过。就像是现在，如果小欢的爸爸妈妈在一起都不开心，那小欢你能开心吗？每天听他们吵架，我也不开心。所以说嘛，如果每天在一起都只剩下了争吵，那分开对这个家来说，或许是另外的一条出路。咱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爸爸妈妈不是非得捆绑在一起，我们也不是非得跟爸爸妈妈捆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。所以不管他们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都不会影响我们好好长成一个大人，好好体验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如果他们分开之后更开心，我就支持他们。就算是他们分开了，我还是一样的我吗？嗯，当然了，你还是一样的你，啊。小欢，你怎么一声不吭自己跑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啊？徐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先跟妈妈回家，也记得刚刚哥哥跟你说的那些话啊。谢谢哥哥，哥哥再见。嗯。要不出去走走？没关系，想问什么就问。我只是想说，那次在苏市，我问你，当年为什么选择要出国？你跟我说，是家里人的安排。这个安排背后的原因，其实就是我爸妈离婚了。所以你当年是为了家人的权衡跟妥协。嗯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既然这不是你的本意，为什么你妈妈跟你看起来关系不太好的样子？我那天在医院碰到她了。我妈跟我爸分开的原因啊，是她不喜欢我爸的职业。后来我选择了和我爸一样的职业，所以在我妈妈的心里，她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。你也会这么觉得吗？当然没有，我也绝对相信，你不是为了跟你妈妈作对，才做了这个选择。我只是在想，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预料到了你妈的态度。但即便这样，你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做律师呢？没关系，不想说就不说了。其实不是不想说，是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，好好去想想，应该怎么说，该从何说起呢？
嗯，那就等你想好了，想好了再跟我说吧。这次不说我吊你胃口吧？这次允许你吊一下我的胃口。完成。石珊，我的歌完成了，你过来听一下。你真的不回去过年了？你不是也不回去吗？我是被我妈给抛弃了。我也是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早点休息。哦，你也是。嗯。怎么了？要不一起过年吧？Yes， 苍哥，你这首歌太行了。你真确定能行？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此歌一出，马到成功。对了，苍哥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八卦一下，你这首歌是在跟谁表白啊？知道吗？我这家寻梦已久。话多话少，不过是表象。幼稚成熟，并不能一概而论。优雅，可能也只是距离产生的美。靠得近了，谁又不是世俗中人呢？或许，当年的我真正喜欢的，其实并不是花泽类的高冷优雅、成熟稳重，而是……这道题怎么做啊？我也不会啊，你会吗？大家都是来数学补差的，谁能比谁强？一个不会，都不会了。那不学成来救救我们啊？好难啊！许华头，哎呀，快，看一下这道题怎么解。啊，还有这道题，用一下。好了。不是，我说的是这个题。我做的就是这道。这不是立体几何吗？你画的图？对啊，图呢？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？解的怎么样了？许怀素，袁老师，什么题呀，把你们难成这样啊？白玉，你来说说。哎呦，这么简单的题还要问人？许怀素，你来给他们讲讲这道题怎么做。刚刚我也看了，我也没做出来。啊？好吧，我再来给你们讲一遍。
许，当年的我真正喜欢的，其实并不是花泽类的高冷优雅、成熟稳重，而是他所拥有的，胜于旁人的善意和温柔。所以，如果有一个人历经痛苦艰辛，仍不动摇内心的善意，在风雨过后，仍保存着他难能可贵的温柔的底色，那他究竟是话多还是话少，是幼稚还是成熟，是世俗还是优雅？对我来说，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